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人。那你们现在眼前这台车是 Toyota 的 Celica ST202，这台车已经是老车，它已经有20年了。好，我签这台车到现在大概1年多。车子回来的时候状况外观其实没有到很好，然后也有一些漏油。然后经过1年多的时间，我把它全身上下可以整理的都整理了，包括这些饰条、大灯，还有前后挡的门框，几乎可以拆的时候都拆了。那当时这些原厂的料件，车身的料件，我是跟原厂购买。这种老车很多零件都已经停产了。那这台车我付出了很多心血跟时间，还有金钱，牵车到现在，其实它开起来真的是，因为它是进口车，欧规的车，所以它的钣金很厚，人气超冷。对，引擎是耐操，不用讲，这个进口车一定比国产好。我个人认为啦，因为自己上一台车是国产，是进口车，开起来就是有很大的差别。操控跟钣金，还有那个室内的隔音，其实都有差。对，那牵车1年多，一直有个毛病就是困扰着我，就是它这个车门它的关锁是很正常的，我们可以按它这边中控台的按钮，这边是开关锁，这边有个开关锁，关锁正常，但是开锁之前的旧的模组它是继电器有一些毛病跟问题，那它开锁是不正常的。那当初去跟原厂报这个料件的时候，一块门的模组要1万多块，1万多块啊！这么小一个盒子看起来不行，要1万多块。然后我因为它里面开门的继电器坏掉了，可能只是一个小零件，它没办法做动，就因为这样子，我要跟原厂报价1万多块。说真的太贵了，我花不下去。后来我又问了我认识的车行跟材料行，他们报价也是这一块少说也要6、7千块。说真的，我也买不下去，6、7千块而已，这个小盒子要6、7千块。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上网购买。去哪里买呢？国内真的没什么人在卖，几乎没有。就算有，也不是同样的型号。大家有看到上面这个型号吗？85980、20370，这是我自己从国外的网站去查我这台车的模组块，它上面编号是什么，然后去跟原厂跟材料行报料号，然后他会跟我报价。那他们报价真的太贵了，所以我决定我从 eBay 购买。那 eBay 买有风险啊，因为它是从各个国家来，它会经过很多港口，经过很多，反正运送的过程中太琐碎了，所以大家可能也不选择 eBay。没办法，我也走投无路，所以我从 eBay 购买这个模组块。那当时我购买的时候是这块模组在立陶宛，我跟他购买的金额是600多块，然后我是有用信用卡去刷，所以信用卡要多付了大概20-30块的手续费，所以总 total 是700多块，我就拿到这块模组，然后是从立陶宛过来的。其实如果可以用的话，那我真的是赚到了。对，就不用买6、7千块，也不用买1万多块，我自己从国外买中古的可以用的600、700块而已。对，那今天早上我心血来潮，我想说我就自己更换。那我们现在上车，首先我们要先拆仪表板下方这块饰板。那这块很好拆，稍微往后一点拉，这边往后一点拉，它是左右有2个卡榫而已，它没有螺丝，就这样卸下来就好了。对，很简单，稍微有个角度把它拿起来。
小心这边会有一个pin头，这个pin头是仪表板的亮灯，然后要拆下来之后，再来是拆第2块饰板，仪表板下面这块饰板，方向盘下面这个饰板，它有3颗螺丝，1颗，然后下方这边1颗，这边1颗。这边1颗，3颗螺丝，这边应该还是有1颗，可是我这边这1颗我们就不卸了。我们只要有一个角度够大的时候，能把里面有看到模组块吗？就是蓝色这一块，这块就是这块，模组在里面。那没有拆过的，它里面会用一个铁片，固定在上方，然后它这边有一个锁点，会锁在里面的车体上，所以其实你不拆饰板的话是绝对拿不出来的。而且这个螺丝要用套筒，10 mm 的套筒去把它拴下来之后才能取出来。那取出来真的需要靠拆饰板大小够才能取出来。大家有看到这个pin头吗？一个白色的pin头。这个pin头就是这块门控的模组，对，那我们就换上一个新的上去，就可以用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换上了新的1颗，换完之后我们再塞回去就好了。有一个角度，进去需要一个角度，不要硬挤，里面的拼线有可能会凹到，可能你的拼线就会有毁损这样子，稍微看右学。那复原的话，就依照刚刚的这些螺丝，依序的把它锁回去即可，这样子。好，现在我们换完新的模组块之后，我们饰板塞回去。好，那我们的引擎过火一下，然后我们再试试看，一下我们门控到底是不是正常。关、开、关、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测试是都正常。那这块旧的模组就没有什么用了。对啊，这是旧的模组。它关是正常的，那它的开的继电器坏掉了，对，差点就因为它要花大概1万多块，最少也要6、7千、7、8千，含工的话都要6、7、8千块，对，去原厂更贵，要破万，对。今天我们自己从eBay买，自己装，自己弄，从头到尾自己来，只花了700块台币。所以老车要有爱，就自己动手，只是一种爱车的表现，然后只能这样讲。好，那我视频到这边做结束。如果有疑问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。那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谢谢。